你以神仙的身份在外摆摊招摇撞骗，说自己召唤神龙呼风唤雨的法术有手就行。谁知大前王朝的女帝竟信以为真，下旨让你速速开坛做法，呼来风为雨水，让久旱无雨的王都迎来甘霖雨降。可你一介凡人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，吞云吐雾、喷火耍刀还能靠小伎俩糊弄旁人，但呼风唤雨、引雷降则绝非凡人能够做到。你心底暗自盘算，想要趁机逃走，谁知没跑出多远就被士兵当场抓回。就在你以为自己将做法失败后被戳穿骗子的身份之际，一道仿佛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渺渺声音在你脑海响起。此名太平要术，汝得知当代天喧哗，普救世人，若蒙一心，必获恶报。声音落下的瞬间，我便感觉脑海中骤然浮现3道璀璨光芒，紧接着光芒渐渐褪去，露出了里面的3部经卷，正是那声音提到的太平要术。太平要术，这竟然是传说中的太平要术！刚刚那个声音，莫非是南华老仙？虽然说三国的许多剧情我都不记得了，但相传南华老仙将这3卷天书赠予了张角，领悟地道之术，可移山填海；领悟人道之术，可牵动凡人生灵气运。这简直是通天的本事啊！这门道法威能太过骇人莫测，虽不解对方为何将秘法赠予给我，但你依旧恭恭敬敬俯身跪地，朝着9天苍穹虔诚拜了3拜。就在你陷入沉思的时候，一道尖细声音突然响起：“李仙家为何在此发愣啊？做法的时候也到了，咱们还得抓紧时间呢。”说话的是一名老太监，此刻他眼角微眯，暗叹道：“你若真是得到真仙本事通天那边罢了，只算老夫眼界浅薄，识人不清；可你若纯粹招摇撞骗，毫无真才实学，待祈雨失败，陛下群臣定会将你碎尸万段，老夫自会替你收拾料理后事。”片刻过后，一行人抵达一处极为宽阔宏大的场地，四周早已贴满奇异符咒，层层围起。与此同时，高台周边不远处，到场之人不仅有大前女帝与满朝文武重臣，就连远隔千里而来的大汉使者也亲临现场静观这场祈雨大典。此刻常会呵呵一笑，便将视线投向已经走到高台下方的你身上，其余众人也纷纷望了过去。一时间，你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。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目光落在眼前3丈3的高台上，却连个梯子都没有。你不再多想多余琐事，神色淡然自若，一举一动尽显世外仙家从容气度。随后抬手轻轻挥袖，在场众人瞬间察觉到远方狂风骤然席卷而来，不愧是得道仙长，单凭换风之术便已是实打实的无上仙家手段。女帝和群臣以及常惠等汉使尽皆心中惊异，原本还有的对仙长身份的怀疑瞬间消弭大半。下一秒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你被清风柔和的托起，就仿佛灵虚玉空的仙人，短短几个呼吸身形便来到高台上。你目光扫过木桌摆放的木剑、云纹铜铃，还有一串铜钱法器，这3样物件都是你往日招摇行骗的常备道具，既能装模作样震慑旁人，又能借此说辞铺垫，增添登坛做法的可信度与说服力。就拿这场公开祈雨大典来讲，第一步先要轻摇手中铜铃，此为换神起誓，寓意请来雷公电母水师雨神亲临助阵。第二步，对着铜钱施法，抬手抛向长空，意在供奉钱财打点诸位神明，恳请众神收下供奉仙宝，施展神通降下甘霖雨露，润泽大地。第三步，若是神明不肯收下供奉，不肯降雨，便手持木剑厉声威慑众神行云布雨。可实际上这所谓的做法仪式半点用处都没有，就是做样子给人看的。然而如今你身怀通天道法，呼风唤雨，只需一念之间便可随心而动。可为了点逼格，你还是决定按程序走。下一秒你没再犹豫，伸手握住木剑挥动起来，贫道李平安寿前请愿，特来向雨师水伯求雨，遂在甲子天下太平。雷公助我！声音落下的刹那间，便有一道闷雷轰隆之声骤然响起，震耳欲聋。大前君臣和几位汉使纷纷将目光投向天际，便发现不知从何时起，头顶已经乌云密布。轰隆一声，一道粗大雷霆炸响，仿佛一头雷龙遨游在这乌云雷池之中。所有人都面色惊骇地看着被阴云笼罩的天穹，心里震撼至极，一时之间再难以说出话来。不仅皇宫之内人人惊叹，皇城之外无数百姓也纷纷察觉这场惊天异变。阿母，打雷了！囡囡好怕！原本在街边和其他孩童嬉戏的女童被吓了一大跳，惨白着一张小脸跑到了母亲那里哭诉，不停呜咽着。但母亲见到那乌云雷霆，却是没有半分畏惧，脸上反而浮现了激动之色。全城百姓无一不是满脸热泪，满心感恩，谢天谢地，多谢仙神佛陀，王都终于要下雨了。这得多感谢那位被请到皇宫的仙长，是他为我们做了祈雨仪式才能下雨，仙长之恩，我等必然为您立牌立祠。高台上，你望了眼天上的雷池，虽然这威势浩浩荡荡的，好像很厉害，但你此时却感觉自己已经有点虚了。接触太平要术的时间还是太短了，待到此事过去，自己一定要好好钻研天书。暗中扶了扶腰子，你继续施法。雨来，哗啦啦！随着一声轻喝，天穹倏然间便有倾盆大雨落下，几个眨眼便交织成了厚重雨幕。女帝伸出手接着，便有雨滴落在手心，丝丝凉意顺着掌心蔓延开来。身为大汉使者的常惠回过神，稳住心绪之后，脸上神色依旧淡然如常，一双锐利眼眸却紧紧凝望高台之上你的身影，心底暗自打定主意，日后定要全力拉拢，将你招揽归入大汉麾下。毕竟谁知道这位仙长是否还有其他兵道秘术，可以决定王朝间的战争局势。除了常惠，大前群臣看着你的眼神也是极为炽热，各怀心思。当雨势渐小，乌云散去，天光刺破淡淡的阴云，投下绚丽绝美的彩虹。你再次招来清风，将自己给送了下去。此刻全场众人早已齐聚高台下方，静静等候。辛苦仙长亲自登坛为民祈雨，朕代表整个大前子民，诚心感念仙长大恩。女帝容貌清丽，不过20出头，风华绝代。见你落地，率先上前拱手诚恳道谢，陛下不必多礼，为久旱王都祈雨造福百姓，本就是贫道分内功德善举。你面带温和笑意，从容回话。仙长太过谦逊低调，朕心中还有一个冒昧请求，想恳请仙长
出任我大前当朝国师，享有和三公的同等待遇。在场众人闻言皆是满心错愕，愣住片刻。国师这个职位在其他王朝可能有设立，但大前却是没有的。要知道，三公可是皇帝之下地位与职权最高的人了。面对女帝的邀请，你直接摇了摇头婉拒，多谢陛下厚爱，贫道不过一行云野鹤，怕是担不得国师之职。对了，陛下，不知这几位是？你将目光投向穿着汉服的那几人。女帝见自己的邀请被拒绝，笑了笑，随即介绍起来，这几位都是来自汉朝的使者，此次前来便是与大前商讨商贸之事的。鄙人常惠见过先长。常惠和其他几名汉使纷纷向你行礼，你也回以一礼。虽然动作非常粗陋简单，但在常惠等人看来却是极为洒脱俊逸的。而大前女帝和群臣见状，心里忍不住担忧起来，这位先长要是被大汉拐跑了，他们哭都不知道往哪里哭去。常惠瞥了大前众人一眼，就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，但他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多少也是要些面皮的，不可能当场就邀请对方，不然未免太打大前君臣的脸了。接着你被女帝暂时安排在宣清殿居住些时日，没走多久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，正是那老太监。他早已没了先前的淡漠，一张满是褶子的老脸上挂着紧张的笑容。先长，那祈雨做法的仪式老奴看了，您无愧是当世珍馐，举世无双。先长平日里若有任何吩咐，随时传唤殿外的值守，太监宫女便可听命效劳，你抬手随意示意，无妨。随后迈步走入殿内，盘膝坐于床榻之上，凝神探查脑海之中的太平要术，想看看今日祈雨过后又解锁了多少全新玄妙道法。刚翻开天书篇章，眼前便浮现出一幅震撼心神的壮阔画面，画面之中数十万兵马置身惨烈战场，拼死厮杀。其中一方兵士面黄肌瘦，身形瘦弱憔悴，他们的头上戴着黄头巾，身上也都是布甲，宛若刚放下农具下地耕作的寻常农夫。另一方兵士体格精壮，神情凛冽，满身杀伐戾气，与头戴黄头巾的士兵厮杀时，以一敌三都不为过。他们就好像冲进羊群的猛虎，肆意虐杀着对方。那是张角的黄巾军吗？你看着这一幕不由紧锁眉头，毕竟与黄巾军厮杀的一方，也就是取得明显优势的军队，身上甲胄的样式就是东汉末年的。就在这时，天地间的焦点忽的一变，集中在一名身形高大的道袍男人身上。他手持9节杖向前轻轻挥动，勾勒出一道符文，吾乃大贤良师太平道之主张角。随着他大喝出声，道道璀璨光芒宛若从天穹坠落的星辰，自那9节杖勾勒出来的符文中涌出。这些光芒出现的一刹那，便化作漫天光雨冲向黄巾军。下一秒，士兵们身上的伤势瞬间痊愈，肌肉鼓胀而起，随手抄起身旁一个敌军就甩了出去。就连那些原本战死的黄巾军，也在融合了光雨之后断肢重生，从地面上再次站起作战。你看着这一幕，感觉整个人都在发愣。这光雨的范围可是囊括了数十万的黄巾军啊！不仅让那些士兵伤势痊愈，同时让他们好像打了鸡血，一个个都成了狂战士。更可怕的是，就连战死的士兵都能复活，这莫非是神话版三国吗？你正在震惊之中，还没回过神来，便发觉周身悚然一寒，猛然看去，竟发现张角正面色平静地看着自己。瞬间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被一头洪荒凶兽盯上了一般。他能看到我，不过张角很快便收回视线，注视着远方的战场。等你回过神来，便发现自己又掌握了新的术法回春，简简单单的2个字，作用是恢复伤势，治愈病症。而这就是刚刚张角所释放出来的神通。你不由得猜测，将回春掌握到更高境界。先长，御史大夫求见。正此时，宫女轻柔恭敬的声音从殿外传来。御史大夫，如果记得没错，祈雨仪式结束后，除了女帝，其他所有人都是要离开皇宫的。怎么御史大夫还没走？你微微挑眉，让他进来吧。很快就有一阵沉稳的脚步声响起。王重阳见过仙长，向你简单介绍了自己之后，他抿了抿嘴，最后出声说道：贸然前来也是无奈之举，我有一事想话。未说完，便被外边传来的宫女声音打断。先长，太尉求见。你与王重阳对视一眼，都是有些沉默。明明之前都各自分别要离开皇宫了，结果先是来了一个御史大夫王重阳，接着又来一个太尉，这是在搞什么地下党接头？然而人还没进来，紧接着宫女便再次弱弱的开口：先长，郎中另请求。没一会儿，殿内就已经坐了数十人，可以说除了女帝，其他所有参加祈雨仪式的人都来了。你视线扫过众人，说个不好听的，有这些人在，别说造反，就算改天换地另立新朝都不是不可能。这么多大官齐聚于此，还就女帝一个人没来，怎么想都不合适。就在这时，宫女通报之声再度响起：陛下驾到。随着一道尖细传报声响落下，一名身着龙袍、身姿温婉绝美的女子缓步走入大殿。一众大臣见到女帝亲临，当即收起心底心思，纷纷躬身行礼。女帝冷眼扫过殿内众人，暗暗在场的人记在了心里。御史太尉丞相连同3公9卿麾下心腹官员尽数到场。好，很好。李先长离开之后朕说的什么？众位爱卿可还记得？群臣闻言反应不一，而大多数人都保持着沉默，同时也将姿态放得更低。女帝将这些人的反应尽收眼底，心中泛起阵阵凉意。朕让你们离开皇宫，你们却暗中前来宣清殿叨扰仙长，此乃何罪？他冷眼望向御史大夫，该当何罪？王重阳默然片刻，随后跪下叩首：吾等有罪，望陛下责罚。随着他出声，其余众人也纷纷叩首请罪。一时间，偌大的殿内气氛一片死寂。女帝揉了揉眉心，没有理会他们。其实她也有着一点点的私心，所以祈雨仪式刚结束就催着群臣离开，然后打算找机会前来拜见你。但没想到
这些大逆不道的家伙竟然早已捷足先登，反倒是自己落了个后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朕现在不想看到你们。随着女帝一声令下，群臣没有犹豫，再次行了一礼后便直接离开大殿。抱歉，让仙长见笑了。你摇摇头，人有欲，然后有所求，再正常不过。女帝坐下后和你简单聊了几句，便提到了自己此次前来的诉求。不知仙长除了呼风唤雨、照雷引电，在医术一道上可有见解？你点了点头，谈不上多么精深的见解，只是略懂一二罢了。女帝来的时候倒也挺巧，如果是之前，你肯定会说不懂医术，但掌握了回春之术后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没人比你的医术更强。仙长的手段朕是相信的，对于凡人，仙长您的医术必然超凡脱俗，达到了更高的境界。实不相瞒，朕想请仙长出手为太后医治顽疾。你答应了女帝的请求，但在治病之前，你还找了个需要寻找药材的借口出去。这个借口自然是假的，出去的真正目的是调查太后，了解这个人到底如何。若是残暴昏聩，那你不仅会不认账，还要反手送这个老妖婆归西；而若是温和待民，你自然会出手相助。如此一来，便也算功德一件了。随即趁着夜色尚未完全降临，离开了皇宫。可就在你在路过一处山头时，却遇到一家善心的猎户。他看你浑身衣服破烂，身材瘦弱，以为是个活不下去只得来山上找食的游方道士，于是背着你回到了村子，并将你带到家中好生招待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在帮农户打猎的时候，也会装作无意的聊起和当今太后有关的事情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提起太后之时，猎户周易的神情便肃然至极。道长，你有所不知，太后对我有大恩。周易一边说着，一边拉开自己的裤腿。原来年轻时的周大哥在一次意外中摔断了小腿，一次偶然他到王都售卖猎物的时候，正好碰到太后私访民间。当时太后见他缺了一条腿，便不仅买下来他的狩猎的野猪，还赠给了我一只从大秦得来的墨家鸡冠腿。正因为有了这墨家鸡冠腿，我才能行走跑步皆如常人般轻松。你闻言点点头，对太后的观感不错。而在周易叙说着往事之时，皇宫的大殿内，女帝和群臣正在例行朝议。说完民生之事，便见有人站出来拱手说道：“启禀陛下，自那日仙长离开皇宫，便不知所踪了。即便臣调动王城内的禁军整日搜寻，也无法再找到仙长。臣之无能，望陛下恕罪。”听完来人的一番话，女帝沉默良久，方才摆摆手示意他退下。朝堂上同样默然，气氛很是低沉。很多朝臣脸上虽然没有表情，可心里却极为焦躁。而这些人中，有以御史大夫王重阳为最。他原本是想请你为发妻医治怪疾的，为此甚至不惜违逆圣意，第一个来到宣清宫寻求你的帮助。待到朝议结束，群臣散去，女帝走到殿外，抬起头望着苍穹：“仙长，你自己说的，离开皇宫是为了寻找药材，希望不要欺骗朕。”另一边，大汉一众使节此刻也有些焦急。从某个方面来讲，他们比前朝君臣还希望将你给拐到大汉。大汉当今天子虽然还远没到衰老的时候，可却已经命人寻访仙道数年之久，结果只是寻到了一群没有真本领的方士炼制的仙丹，吃死过不止一名是药童子的。对使节们来说，倘若能将罗恒这位真仙长请到大汉施展本领，那么陛下必然会龙颜大悦。翌日清晨，你和周易二人起了个大早，就为了将昨日打猎的熊皮带入王都卖个好价钱。你们搭了辆驴车，不一会就来到了王都城门口。可就在这时，忽然有几道窃窃私语声传到你的耳朵里，眼睛都放亮点。如果发现了仙长的踪迹，一定要赶紧汇报。现在已经不只是陛下对我们下令了，而是诸多公卿勋贵都在施压。你抬眼看去，便见交流的都是守城的军士，这些军士神情凝重严肃地盯着所有出入王城的人，弄得气氛无比肃穆。忽然有一名军士感受到目光，下意识看了过去。当看清你的面容后，他便直接愣在了原地。是真的吗？那是仙长吗？军士迅速回过神来，当即准备跑过来向你行礼，可还没得及有所动作，就被你一个眼神制止住。很快就轮到二人进城，这时军士们也都看到了你的面容，在检查二人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都是咯噔一下，生怕因为动作太过粗鲁而得罪了仙长。而当你和周易进入王都之后，最先看到你的军士立刻神情严肃至极：“你们先驻守于此，千万莫让仙长又折返离开王都。”说完，他便快步跑去，要将碰到仙长的事情报告上去。长街繁华，摆摊的小贩随处可见。两人一边聊着，一边来到买卖皮草的铺子。店铺老板见有人进来，顿时脸上露出笑容：“二位可是要兜售皮草？”“是的，我这里有一张黑熊皮，品相不错，你看看要吗？”周易说完，将黑熊皮拿出，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展开，让店铺老板看看。可当老板再仔细看了一遍黑熊皮后，脸上渐渐浮现出惊异之色，当真奇怪，如此硕大一头黑熊，除了头颅之外，其他部位竟然再无变形损坏之处。周易闻言却是神秘一笑，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这黑熊乃是我们那里的山神所杀。当时我和这位小兄弟被其逼入绝境，眼瞅着他那血盆大口就要将我脑袋撕咬下来，忽的一阵无比狂暴的烈风袭来，瞬间便将他吹得丢了三魂七魄，没了凶劲儿。你站在一旁淡淡一笑，这黑熊自然是你用术法偷偷眩晕，好让周大哥将其斩杀，这也算是对得起他这几日对你的照顾。将皮草以一个好价钱卖出去后，你和周易二人便准备返回村子。与此同时，各方朝臣都已纷纷得到仙长踪迹的消息，心情立刻激动起来。另一边，一个王府内，这里是御史大夫王重阳居住的宅邸，也是大前势力最强大的门阀。王重阳坐在榻边，握着妻子干瘦的手掌，强忍着心中悲伤，露出笑容说道：“舒儿，你好好歇歇。太医给你开的药苦虽然苦了些，可良药苦口利于病，你喝了它便会有效果。”而躺在床榻上的女人只是安静地听着丈夫的话，脸色苍白却恬静，唇角微微翘着，望向丈夫的眼神里满是温柔。末了，王重阳笑道：“你还记得前几天那场覆盖王都的大雨吗？就是那位仙长做法器来的。只要我把仙长请来，那你的病症
政便定然可以迎刃而解。就在这时，屋门被突然敲了敲，一道恭敬的声音响起：“老爷，李仙长的踪迹找到了。”王重阳起先还因为被打扰而皱眉，在听到话里内容的时候，心脏骤然一跳，莫大的惊喜之意萦绕全身，让他又喜又急。叔儿，我先去拜访一趟仙长。说完，王重阳便快步离开屋子，强压下心中喜悦激动，冷静片刻向来人询问。在得知仙长在被守城军士认出来以后，还用眼神示意他们不要声张。王重阳蹙眉沉思起来，不过很快他便忍不住摇了摇头，不管仙长有什么深意，我都要去拜访一趟，不过态度必须要恭敬，万万不能引起仙长的恶感。找到仙长踪迹的消息，先是传入皇宫之中被女帝得知，接着便是三公九卿以及一众勋贵集团，他们在得知消息后反应不一，有像王重阳这般因为各种原因必须要前去一见的，也有稳妥为主打算徐徐图之的。可无论哪种反应，都让表面依旧平静的王都，在常人无法看见的暗处掀起了惊涛骇浪。而在此时，你和周一已经回到村子，将黑熊皮卖出去赚了不少钱，心情都很是不错。可这时刚到了房屋门口，接着便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响起。这块田分明是我们家的，你为什么要抢？呵，小姑娘不懂就不要乱说。什么你们家的？我实话跟你说，你们家的地在周易这个死瘸子回来之前就是我们的，之所以让你们耕种，也只不过是让你们用一段时间而已。而且你们家周易是个瘸子，大儿子傻愣愣的，脑子说不定还有问题，就连你也不过是个女娃娃，迟早嫁出去，这田留着还不如给我们用。只见此刻屋门口站了4人，其中2人自然是周大哥的儿女周大顺和周巧巧，而另外2人则是一对母女。男的看上去一副混混的模样，还一直贪婪地盯着周巧巧看，女的则60来岁，一脸凶相。周大顺是个老实人，虽然被说得气愤不已，可也只能在原地受气。周巧巧气得脸蛋通红，她毫不退让地开口反驳：我们家耕种的田地是有田契的，虽然以前地是从你那里来的，但却是阿爹花了银子买的。最后我还要你为骂我爹是瘸子骂兄长傻道歉，不道歉的话，我就把你胡搅蛮缠的事捅到官府去，让官老爷为我们做主。那一男一女听完后，却忽然间笑出了声，笑死我了，还不许我骂你爹你哥，我就是骂了你又能如何？女人讥讽说完，便指了指身旁的男人，对周巧巧说道：反正我话撂这里了，你家的田地我要了，你要真想留给那2个废物，但之前伺候我儿子的姑娘偷着跑了，看你长得还可以，作为交换，干脆就过来当个小妾吧。实话跟你说，王都官府的县衙里有我们家的亲戚，你要是不肯嫁，那我也能有无数种手段让你心甘情愿的嫁过来。见到这一幕，还没等周巧巧做出反应，周易便赤红着眼睛冲了上来，站到女人的身前，死死盯着她。你想干什么？猛地被一个身形高大的汉子挡在眼前，女人被吓了一跳，脸色有些发白。不过她在见到这人是周易的时候，便又放下了心，心里已然意识到对方投鼠忌器。想到周易知道他们有县衙背景，有气也只能往肚子里咽，便愈发有恃无恐。那女人的混混儿子看着周巧巧，刚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忽然被一道淡漠的声音打断：你说周叔是瘸子？你默然看着女人，那如同看待垃圾般的蔑视眼神，让女人血压顿时飙升。可就在下一秒，只见你伸出右手，指尖在虚空中划出一道玄妙符文，点点荧光汇聚在符文上，化作一条星河流转不休，极为神异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把在场所有人都看愣了。你对着周易平静地说道：周叔，把机关腿卸下来。周易听到你的话没有犹豫，立刻照做。那日你单腿被我下山路，今日我续你一腿，行走跑跳与常人无异。言罢，你指尖轻点周易的断腿处，施展回春之术，虚空中的玄妙符文瞬间一成，下一秒化作流光涌入周易的大腿。周易只感觉一阵奇痒之感生出，一眨眼过后奇痒感消退，不可思议的一幕也随之出现，原本空荡荡的裤管立刻和另一只完好的腿一样被撑起来。如此震撼的一幕，将所有人都惊得神情大骇，难以置信，这怎么可能？断肢重生，这不是神仙话本里才会出现的吗？能有如此手段的，肯定是仙长。村民们纷纷议论起来，看着你的目光也从一开始的震惊转变成炽热。既然仙长能够如此轻易的就让周易长出断腿，那么治愈伤病、延年益寿，甚至是长生不老，在面对着未知神秘的事物时，人们的想象力与欲望都呈几何形式的暴增。此时已经有人目光闪烁，心想要不要冲上前去跪在地上求仙长收他为徒了。处于事件中心的周易看了眼自己的腿，又看向神情淡然的你，忽地回想起自己当初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样子。那时你身上虽然道袍脏兮兮的，可举止气质皆是异于常人，自己当时却以貌取人，看他年龄小便觉得他是故意扮成这样讨饭吃的假道士。现在回想，真是感觉自己太过可笑了。可不料下一秒，地面微微颤抖起来，自远处忽地传来一阵响亮的马蹄声，紧接着出现的是一行颇为浩荡的车马队伍，一看便知是富贵人家的出行所用。一众村民看着这一幕，皆是有些难以置信，他们这个小村子为何会有这么气派的车马前来？要知道如此架势，即便放在王都里堪称少见。马车停下，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，筋骨强健的侍卫们守在前面，让车厢里的贵人安全下来。王重阳缓缓走出，视线一下子就落在了你的身上，没有犹豫，他立刻快步走到你跟前，恭敬一礼。王重阳见过仙长，仙长这些天不知所踪，当真是让我等一番好找啊！你摆了摆手，不必多礼，我这几天离开王都也是有要事去做而已。见到二人谈笑风生的样子，村民们便也只得远远望着。周易脑子也有些晕乎乎的，只感觉事态的发展如过山车一般刺激惊险，可以说过去几十年自己经历的震撼都没有今天一天来的强烈。这时有一名侍卫打探完村里发生的事情，迅速向王重阳做出禀报。王重阳得知后皱了皱眉，冰冷的目光投向那泼妇和混混。仙长，若是没错，方才这2人对周易阁下出言不逊，还想要抢田地。你点点头，的确如此，那田地本就是周易家的，可这泼妇竟然又来抢，还称自己有王都县衙的关系做靠山，因此有恃无恐。闻言，王重阳神情一肃，此事我必然会详查，不然便对不起御史大夫之职。随即便命人把那
那两人先抓起来仔细审问。二人在惊恐的叫声中被带走。接着你和王重阳以及周家人进入屋子。周毅还好，毕竟活了这么些年，经历不少风浪，因此还能维持着基本的淡定。可像周大顺和周巧巧，在知道你乃是前些时日让王都降下大雨的仙长，以及王重阳御史大夫的身份后，整个人都手足无措起来。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招待二人，因此做起事来小心翼翼，生怕有所怠慢。入夜，你坐在椅子上轻品着茶水。今天王重阳来也在你的预料之中，可以想象日后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子，因此不仅是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周家人和村里其他人，你必须尽早离开。正好这些天下来，你对太后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，此次回王都便可以看看他对方病症如何，履行诺言为其治病。就在这时，屋门忽然被敲响，随着门被推开，正是周巧巧。她虽然进入屋中，却不敢与你对视，只是低着头，脸蛋稍红。仙长，巧巧冒昧打扰，是为了感谢您为爹爹再续一腿。听到周巧巧的话，你温和一笑，不必多言。当日周叔以单腿被我下山，便是结下了缘分，而且周毅是个善人，自己在帮他续腿之后，还能解锁天书新的法术。闻言，少女抿了抿唇，低声道：“曾经我因为在山间采药，一个失足差点就要坠下去，多亏爹爹眼疾手快将我给拽住，方才没有出事。可爹爹却因为动作过急过猛而崴了下，旋即跌入山谷。可以说爹爹之所以会断腿，就是为了救我，是我害他出事的。”在叙说往事的时候，周巧巧的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愧疚与痛苦之色。仙长今日为爹爹续腿，巧巧真的很感激。说到这，他已经跪在了你身前，郑重而严肃地向其磕了3个响头。仙长大恩大德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只愿……周巧巧声音低低的，有些怯怯的。你虽然传承了太平药术的3卷天书，可自己也是个男人。听闻少女如此说，心中怎能不起涟漪？不行，不可以，打灭！你突然起身，两只胳膊交叉，比出了不可以的姿势。虽然挺诱惑人的，但若是仅以报恩为理由现身来作为报答，这种没有真情真爱存在的报答方式，我纯爱战神罗恒绝不答应。你神情严肃，瞪着面色惊诧的少女。周巧巧在听完你说的话后，愣愣地跪在原地，脑袋有些宕机。好一会儿，她才反应过来，脸蛋上霎时血红一片。不是，仙长您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是说，巧巧愿为您鞍前马后，虽无以为报，却愿做牛做马来报答，不是您想的那个意思。特喵的，小说物啊！这事情的发展怎么和小说里的不一样啊？看着少女磕磕绊绊地解释着的模样，你有些绷不住了。在周巧巧离开后，你方才盘坐在床榻上，思绪渐沉，开始查看天书，又对自己开放了哪门术法。一片柔和的微光中，你伸手轻触天书，便知道了新术法的名称和作用。开启后，目之所及可晓善恶，也就是说，在你掌握天眼后，只要开启，就能看到哪些人是善人，哪些则是恶人。毫无疑问，这对你未来施法救人极有用处。毕竟你不可能对为非作歹的恶人施以援手。翌日，你在以王重阳为首的王家人亲切而热情的欢迎中进入了王府，因为你与王重阳约好，帮其妻子治愈疾病，而王家则要庇护周毅一家人。贱内在数年前便患了此怪疾，起先前来诊断的大夫说只是有些体虚，并无大碍，平时注意休息即可。可到后来病情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有愈发加重。现在他每天只能躺在床上，一天中也仅有3、4个时辰清醒，其他时候皆在沉睡。屋内，王重阳紧紧攥着妻子枯瘦的手腕，神色痛苦地说道：“你闻言不由默然，疾病真是夺人性命的大敌。”随即你伸出食指，在虚空中轻轻画出一道玄妙铭文，下一秒，点点星光骤然浮现，被星光萦绕的符文便飞向女人体内，霎时间绽放莹润光泽。回春！你轻喝一声，就见原本还病怏怏的女人，苍白的脸色瞬间红润起来，气息也变得愈发平稳。一旁的王重阳就呆愣却震撼地见证着这一幕，这种感觉实在难以置信，就仿佛阎王爷钦点要死的人，被仙长施展如此手段，便倏然之间从生死簿上划去名字一般。水，女人沙哑的声音传来。舒儿，来喝水。王重阳颤动着手拿来盛着水的小碗，递到女人唇边，一碗喝完，又是一碗，2碗水急匆匆喝完，女人的神情方才彻底轻松起来。不一会儿睁开双眼，入目所见便是夫君和另外一名身着道袍的青年。夫君，这位是为你治愈怪疾的当世真仙。王重阳言语之间充满了激动。秦书闻言也是当即反应过来，没有犹豫，他立刻下床，不顾王重阳的搀扶，用力磕着头，多谢仙长救命之恩，秦书永世难忘。看到妻子磕头，王重阳也当即跪下去，向你磕起了头。这一刻，他不是当朝三公，而只是一名见证妻子被挽救的普通人，一位深爱着妻子的丈夫。虽然在仙长看来，这些凡俗之物不值一提，可也是我们的一番心意，还望仙长收下。王家大堂中，有一排排侍女连步轻移之间走来，她们双手捧着盖着红布的托盘，里面放着的都是真金白银，1000两黄金，1000两白银，还有王兜里比较靠近皇宫的3张地契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没想到王重阳的态度却是坚决无比，他直接吩咐管家把这些金银之物送往那3座宅邸之中，莫要毁了仙长眼睛。此番过后，你直接摇身一变，从原来身无一物的清贫仙长，变成了家财万贯的富家翁。就在这时，大堂外忽然有下人匆匆跑来，老爷，汉使求见。听到下人禀报的消息，众人下意识望向神情平静的你，便知晓汉使应当是得知了仙长驾临王家的消息，于是趁着时机赶紧来拉关系了。对了，老爷，他们来的时候说的是常会携汉使前来拜访王家。王重阳听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，便肯定了自己的猜测。
刻。这个来自大汉的老狐狸城府极深，对时机的把握极为精准。他此次前来的目的，肯定就是为了和仙长建立联系。对此，王重阳立刻警觉起来。常惠此人过往的事迹可谓是一代传奇。年轻时常他作为苏武的副使出使匈奴，却被扣留19年。后来他出兵西域，击败长期控制西域的匈奴，并团结乌孙、莎车、疏勒，打败龟兹，使丝绸之路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，更使得大汉的威名远扬西域，强盛国力尽显无疑。而他当初能游说西域诸国与龟兹一战，便足以证明他口才之伶俐强悍。常惠如此能说会道，可别把仙长给拐跑了。王重阳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了这样的感慨：虽然大前各方势力不是铁板一块的，甚至常常有所摩擦，可如今面对着这种特殊的情形，他们便必须要暂且抛去对彼此的成见，务必将仙长留下，请汉使们进来吧。不久后，大堂之上，常惠等汉使和王重阳客套一番后，便将目光投向神情平静的你出声道：“王大人，我等与仙长有密事要谈，不知。”王重阳点点头道：“那我等便先在外面等候片刻。”说完，他便带着其他人离开。不一会，偌大的厅堂中只剩下几位汉士以及你了。这时常惠开口，在下携汉朝亲善之意而来，便请仙长得闲时前往大汉，一赏异国风情。我大汉君臣与一众百姓都殷切盼望着您的到来。你闻言当即拱手：“汉使言重了，大汉人杰地灵，物产丰饶，来此世极繁盛鼎泰之国，未来必会前去一观。”常惠笑呵呵的点点头，同时命左右取来一个奢美华贵至极的小盒，随后将之缓缓打开，前雕汉字，后着一幅巧夺天工的仙人御风图。实不相瞒，大汉在前朝王都之中安排了些人手，持此玉牌，可在诸如茶楼、商行之类的地方传唤他们为您效力。常惠笑呵呵地说着，可却没具体解释他口中人手的含义。不过即便不解释，你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说得好听点是案子，不好听那就是间谍。对于这些案子，常惠却愿意代表大汉将他们的使用权共享给自己，足可见其心意了。随后双方都做足了礼数，言语之间也及时和谐，到最后就从彼此闲聊成了互相吹捧。不久后，刚送走汉使，王家就迎来了一名衣着华贵的老太监。他在见到你时便立刻微笑行礼，随后开始宣读圣旨。你听完诏令内容，点了点头。圣旨自然是女帝下定，其中内容也很简单，大体意思就是你之前明明答应过朕的，用个几天离开黄都采药，可到现在都多长时间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是不是在欺骗朕？虽然如果是的话，朕也拿你没办法，可如果不是的话，就麻溜进宫，别让朕跪下求你，一国之尊。话语却说的却这么卑微，你对此没有犹豫，直接动身跟老太监前往皇宫。然而就在你和老太监行于公道，却忽见一个小皇子，他见宫里的太监一副对我毕恭毕敬的样子，平日就趾高气昂的熊孩子顿时来了火气。来人！此贼公然行骗，招摇宫中，无耻之有，还不速速拿下斩首？难不成还留着过年吗？这小皇子说的话刚出口，就让在场之人全都为之悚然。殿下竟然说李仙长是骗子，太监们原本就白净的脸蛋顿时愈发惨白。毕竟一位是与当朝女帝关系极好的皇帝，一位则是呼风唤雨的仙长，无论哪一位他们都得罪不起。不过让太监们出乎意料的是，你没有生气，而是缓步走到那小男孩身前。你为何会觉得我是招摇撞骗的骗子？小男孩闻言扬起头，一件神异手段，不敢苟同阁下乃是仙长。更何况我是师傅曾言，世上本无仙神之说，仙人神奇之流，不过都是凡人欲望交织而成的幻梦。你这人也心术不正，利用人欲来塑造神仙形象。听完小男孩的这番话，你忍不住轻笑起来，而一众太监们则正好相反，被吓得浑身哆嗦起来。仙长，老太监见你发笑，以为你是被气笑了。殿下年幼无知，此般无理无智之言，还望仙长莫要生气。你摆了摆手，你刚才的那番话是跟谁学的？我师从庞公。怎么，大骗子，你还想找师傅立论一番不成？你摇了摇头。你师傅能说出那番话，倒也是个妙人。在你未得仙缘之前，我就是如你师傅那般想，相信世上本无仙生，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说完，你对还在发抖的老太监温声道：“走吧，继续带路，别忘了还要为太后治病。”老太监闻言咽了口唾沫。仙长这边请。另一边走在公道上，你询问道：“不知庞公是何许人？”老太监笑笑，沉吟一声：“庞公姓庞，名凤德，字公仪。幼时起便机敏过人，智慧非凡。他一心钻研数算、天象、地理之道，亲手所造器物推广开来，曾造福大前百姓。只是他的性格却也着实怪异。先帝曾亲自拜访他，结果被拒之门外。后来装扮成老农样子，他方才开门让进。而他即便开了门，在发现老农实乃先帝扮作后，也丝毫不以礼相待，反而斜眼视之，不遵帝言。后来当今陛下继位，也曾亲自相请入朝为官，结果同样被拒之门外。听完老太监的介绍，你心中便勾勒起一个真正狂人的倔老头形象。两朝皇帝都拒之门外，由此可见，此人若非大才，早就被以对帝王不敬的罪名处死了，说不定第二天就离奇死于屋中，被处8戒。这时你们也到了太后所在的寝宫前，你看到了女帝和一名躺在榻上的美妇人，而除了这两人，寝宫中还有许多衣着华美的女子。仙长，你来了。女帝见到你便站起身来，你点点头，但心中却是升起了怪异之感，因为自进来开始，那些女子的目光便齐齐落在你身上，一直被这样盯着，自然感到怪异。可还，她轻声咳嗽了一下，随后向我介绍道：太后因病整日躺在榻上，很是寂寞，
便让太妃们前来陪他。虽说女帝执政期间，宫中的规矩已经宽松了很多，但在对男子的管控方面却前所未有的严苛。可以说，皇宫之中除了来大钱贸易的汉士们，其他地方一个带把的都没有，不是太监就是宫女。而太妃们大多在30-40岁左右，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，却因为先帝驾崩，又不能与其他男人接触，别提多难受了。被一群伪装成狐狸模样的虎狼盯着，饶是心态平淡如你，也有些招架不住。接着你快步走至太后榻前，好个端雅温婉的美妇，但不知为何，太后身上还有股隐隐的洒然豪气。仙长，女帝看着我，面无表情的出声叫了句：“你瞅了他一眼，又收回视线，真是个丫头片子。”虽然你一句话都没说，仅仅是看了他一眼，但莫名的女帝觉得这眼神对她很不敬，心中也忽地升起一阵无名怒火。可眼下母后还需要此疗救治，她也只好忍着。天眼开，没有犹豫，你先是将天眼开启，看看太后是善是恶。这一刻，你的眼前闪过一幅幅画面：烟雨之地，持剑少女手起剑落，斩杀数名拐骗孩童的人贩子；儒雅书房，温婉女子视线扫过那些价值千金的古籍，最后摇了摇头，将之卖掉，换来的银钱全部买粮做粥，送给饿得只剩皮包骨头的灾民。走在王都街道，见一断腿猎人面色凄苦，猎物无人购买，他不仅买了猎物，还赠与猎人一只鸡冠腿。当最后一幅画面消散，你也回过神来，双眸中满是敬意。这太后了不得，大钱因她而继续活下去的百姓更是多得数不过了，如此善人必须要救。见过仙长。榻上的太后刚刚被天眼注视，缓缓睁开双眸。太后无需多礼，接下来太后便放心吧，身上的病由我医治即可痊愈。太后艰难合手，随后开口道：“仙长，由于年少时的一些经历，我身上还有些暗伤，和疾病并发之时，药石难医，您尽力而为即可。”说罢，他又看向女帝，神情温柔：“即便仙长最终没有治好母后的病，之意你也不要为难她。”女帝闻言瞥了眼你，心中暗暗腹诽：这位仙长神通广大，自己何德何能为难他？这么关心他，别到时候女儿被他为难了，你才后悔。此刻你不禁心中思索起太后的身世。从天眼展现的一系列画面来看，太后年轻时应该是混江湖的。你没再多想，伸出食指，在虚空之中画出一道玄奥神秘的符文。随着你于虚空之中画出一道玄奥神秘的符文，下一秒符文被轻轻按在太后身上，无穷无尽的莹润光辉也纷纷涌了进去。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就见原本还病怏怏躺在榻上的太后，脸色瞬间变得红润如常，还从榻上坐了起来。母后，女帝见状连忙上前准备搀扶住，可太后却在轻轻拍了下她的手后，没再让女帝搀扶，而是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眼神注视下，缓缓下榻，慢悠悠绕着寝宫转了几个来回，当真是难以置信。不愧是仙长，此等神异手段与真仙无异。之意，哀家已经完全恢复了，感觉现在身子比常人还要硬朗呢。没有人比太后更清楚，她自身的伤病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。从年少为侠与人搏杀时留下的暗伤，到嫁与先帝为后期间被人下毒，虽然毒被解了，可从此身体便每况愈下。眼瞅着已经半只脚踏入了鬼门关，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你只是轻描淡写的施展了个仙人手段，便将自己从阎罗王那里活活拽了回来。看到恢复伤病痊愈的太后，女帝心中激动万分，也不顾什么帝王威仪了，朝着你便躬身一拜：“江之仪，谢仙长出手救下阿母，此恩此德，铭记终身。仙长之恩，朕愿以国师之位许之，权力上旨比3公。除此之外，您还可以前往国库任意取5件东西。”一番话说完，女帝凤眸灼灼地盯着你，眼神真挚。然而说实话，以上女帝所允诺的东西对你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，不过直接拒绝的话，也未免打她脸皮，反正收了也不亏，不会掉块肉什么的。于是你便拱了拱手作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便多谢陛下赏赐了。”女帝听到你的回答，毕竟这种赏赐便已经是她能做到的极限了，若是再进一步，那还能赏赐给你什么？皇后之位吗？或者说皇夫之位？入夜，你坐于榻上，自从为太后医治了伤病后，天书便又对你开放了一门术法，莫名的，你有了种前世玩抽卡游戏时的感觉，又有些像开盲盒，非常期待能抽出来一个让人感动无比惊喜的术法。天书翻开一页，仔细的看完后，你的脸上浮现惊讶之色，自己这次掌握的术法竟然是撒豆成兵。倘若我用无数豆子做到兵，必要时刻一甩，那即便不用其他手段，也称得上一人成局。不料这时一股浩荡却诡秘的洪流骤然将你席卷，视线一转，却是来到了一处血流成河的偌大战场上。这战场上无数高大的军族不停冲杀，一刀一个斩杀着作为敌人的黄巾军。我这是又来到了3国黄巾军起义的时期吗？斩了这些逆贼，将他们的尸首列于远古。军士们齐声嘶吼，周身血气萦绕，凶残地盯着绵羊一般的弱小黄巾军。这是袁绍的军队在镇压黄巾军吗？你不禁心想，接着又将视线投向节节败退的黄巾军。你目光一扫，却迟迟未见黄巾军领袖张角的身影。不料下一秒，战场之上异变突生，只见先是天穹剧烈翻滚，发出阵阵震耳欲聋的响声，一只黄天巨眼倏然撕裂苍天，漠然地注视着地面上恍如蝼蚁的所有军士。那是天眼吗？这一刻，你看着那只眼人都愣了。自己虽然也能使用天眼，但却只能用
用于看到人之善恶，更别提以如此震撼的方式外显于天穹了。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，天地间一道道玄妙气体化作滚滚涌动的长河，倒流向黄天巨眼。接着手持9节杖的高大身影忽地出现，一挥大袖，骤然洒出无数豆子，眨眼功夫就化作一尊尊威势恐怖的黄金巨神兵，一尊尊数百丈高大的黄金力士行走在战场之上，仅仅是迈动脚步掀起的风浪波动，就将大片敌人卷起飞向远处。战争的局势已经远远超过凡俗层面，即便袁绍军队的士卒血气在旺盛，面对着这种无异于天灾般的恐怖黄金巨神兵，也难有反抗之力。你看着这一幕，心中的震撼自然极大。不过就在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，毕竟张角都拿出了此等可怕的手段，袁绍军队的那些气血武者又该如何与之抗衡？可就下一秒，袁绍军队后方，一名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将领缓缓走出大帐，他望着那一尊尊轻松屠戮军士的黄金力士，脸上露出浓浓的忌惮之色。但在忌惮，他也必须为自己的主公战斗。只见他身上骤然出现强烈的吸力，这吸力很快就将军士们的血气吸过来，一瞬间天地色变，一尊比之黄金力士还要高大的浩瀚军魂巨人矗立在战场上，模样和那将领一致无二。杀！军魂巨人的身形达到了1000丈之巨，这放在三国里也是顶尖程度了。二三子，莫要惊惧，今日吾等必将取妖师张角首级献于元公。下一秒，军魂巨人嘶吼出声，伸出巨手便拎起一个黄金力士砸在地上。很快，这尊被疯狂轰击的黄金力士就支撑不下去，当场轰碎，庞大的身躯化作破碎的豆子和玄妙气体消散。你看着这一幕已经有些妈了，好家伙，这个三国世界都是开高达的吗？然而下一刻，就见前方空间一阵剧烈扭曲，荡起无穷涟漪。紧接着，黄巾军领袖张角便出现在你的面前。他透着深邃之意的眸子扫了你一眼，眼神渐渐柔和起来，随后轻轻挥动手中的9节杖。接着，天地间的浩瀚气体源流就凝聚成了一只一模一样的9节杖。屈指一弹，这9节杖便撕裂虚空，直接落在了你的身前。你表情惊讶，正想要问些什么，转瞬间又回到了现实当中。你坐在榻上有些发愣，随后想起刚刚的一幕，当即心念一动，倏然间就见一只散发着玄妙气息的9节杖出现在身前，伸手碰了下9节杖，刹那间感觉眉间天眼忽然涌出炽热之感，旋即又化作道道温暖泉流温养周身。你闭起双眸，天眼却在同时散发着柔和白光，令你不仅看到正常视野，还望见天地间丝丝缕缕的玄奥气体。所谓的气是代表天地万物的一种力量，诞生和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。而在将气体炼化之后，你便可以利用气体施展术法神通，说不定就能得到如张角的黄金力士那般的100丈黄金巨神兵。到时候自己如果坐上去，操控着宛如山岳的黄金力士，那可不就是开高达了吗？光是想想那种场景，你便感觉有些兴奋。翌日清晨的朝堂上，女帝说完今日事宜后，凤眸扫过群臣，众位卿家可还有事要奏？陛下，臣有事要奏。王都自上次仙长祈雨降下雨水后，若是王都再次陷入干旱绝境，又该如何是好？此言一出，无论是女帝还是朝臣们，都感觉有些头疼。王都也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在仙长祈雨之前便干旱了许久。即便朝廷下令从各地抽调水源来王都，但在那时的严峻形势之下，依然活活渴死了不少人。不然女帝和群臣也不会被迫找一名招摇撞骗的仙长来祈雨了。王都久旱绝非寻常，想来应当有妖邪作祟。若是让仙长出手，必能轻易将之解决。这名官员说完最后一句，便退了回去。与此同时，你也在思索着该如何调查王都干旱的原因。毕竟之前女帝为了调查干旱原因，可是先后派了禁卫和专门官员，那么寻常手段自然就没用了，因此也只能动用一些特别手段了。没有犹豫，你直接开启天眼，下一秒眉心之处一道莹润光辉倏然浮现，接着光辉散去，一只散发着玄奥道韵的淡墨树眼出现在半空中，由上而下的俯视整座王都。仔细搜寻了半天，你方才发现王都里有一道气出了问题，于是你将意识回归肉身，当即施展呼风之术御空而行，顺着气脉延伸的方向追去。没过一会儿，你来到一处郊外山岭，而气脉延伸的方向正是山岭深处。稳健起见，你直接施展撒豆成兵之术，先唤出了一尊连纹道兵，让道兵护持在自己身侧。看着他那高大壮硕的身形，你只感觉一股强烈的安全感出现。然而越到山岭深处，四周便越是静寂。就在这时，你忽然听到了一阵诡异的声响，似乎是某种野兽在啃着猎物骨头的声音。向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，你竟看到了一头模样怪异的怪物。这怪物高约2米，形状像猿猴，却长着4只耳朵，覆盖在身上的毛发黑亮至极，仿佛披着无数钢针。此刻他2只大掌此刻正撕扯着猎物的残尸，不停地往长满獠牙的嘴里塞去。忽地他4只耳朵动了动，仿佛听到了什么，猛然扭头看向你的所在之处。他发现我了，你眉头一皱，迅速施展呼风之术，身形直接被烈风拖着闪到连纹道兵身后，随后当即一挥袖袍，接着便见2枚镌刻着神异道纹的莲子飞向半空。怪物目光被奇异莲子吸引，张大了嘴巴，猿猴一般的身体也猛地一跃，似乎想要将莲子给吞下去。可就在下一秒，莲子在倏然之间膨胀成了2尊1丈高的壮硕道兵，2尊道兵在怪物惊恐的目光下，朝着他张大的嘴巴轰然出拳，接连不断的重拳直接将怪物给砸懵了。原本凶煞的样子再也绷不住，他痛吼一声，眼睛瞬间赤红起来，身形暴起，利爪毫不留情的
落在2尊道兵身上。见怪物彻底被2尊道兵转移了仇恨值，远处的你顿时松了口气。原本还以为这名为长佑的怪物极难对付，但现在看来，他连道兵的操控者都无法分辨。由此可见，长佑在智慧方面完全就是野兽级别的。此时，2尊道兵将长佑围起，4只比砂锅还要大的拳头不停砸出，将长佑逼到了死角。长佑躲闪不及，立刻被这拳打得倒飞出去，哗啦一声便重重砸在地上。这时的长佑已经浑身是血，他再无凶厉的气势，好似一只落水狗，被2尊道兵围起来痛打。就在你以为这场一边倒的战斗差不多就要结束时，下一秒，周围与水相关的气脉突然间暴动起来，宛若烧开的沸水剧烈翻腾着。接着模样狼狈的长佑血红的猛地张开大嘴，一道凌厉的水箭瞬间从嘴里凝聚起来，以极快的速度刺向道兵。不好，快闪！你察觉到极为强烈的危险，当即操控着道兵闪避。可水箭射来的速度太快了，即便匆匆闪避，道兵也依然被水箭射到。好在道兵防御强悍，只是肩膀处留下了一个凹陷的小坑。见道兵虽然没闪避成功，却接下了自己的水箭攻击。长佑的脸上浮现一抹浓烈的怨毒之色，张开嘴又是一道水箭射出，一边让与其作战的2尊道兵按战斗本能行动，你一边看向身旁护卫自己的道兵，下了让他去帮忙的命令。哗啦一声，第3尊道兵也加入战场。既然2尊道兵还灭不了你，那边3尊道兵，你心念闪动之间，当即命道兵结成3才之阵，将凶相毕露的长佑围剿，而你自己则苟起来，立刻动用呼风之术，飞到更远处观战。很快3尊道兵就将长佑击杀。在这怪物死去的瞬间，磅礴气脉从其体内突破束缚，恍如汹涌奔腾的江河，只一瞬间便从山岭深处涌向外界，蔓延到王都。轰轰，王都之上如浓墨般的乌云汇聚，雷霆在此时化为雷池。当倾盆大雨落下的时候，雷霆便接连不停的出现，爆发出阵阵响声。大街小巷无数孩童冲出来，感受着哗啦啦雨水降下的清凉，笑容灿烂。大人们则一边笑骂着不听话跑出去的孩童，一边露出笑意，感谢上天又一次降下雨水。山岭深处，在击杀长佑的同时，你脑海中的太平天书骤然绽放出刺目辉芒，一道渺渺声音仿佛从9天之上传来，极是轻柔，除去天孽大善。声音落下的瞬间，你便发觉脑海之中太平天书的旁边浮现了另外一卷玄妙古籍，封面的3个大字正是道德经。你下意识盘膝而坐，只感觉身体有暖流涌出。当你再次睁眼的时候，只感觉浑身都是一阵轻松，目之所及视野极为清晰，听力也得到了加强。我这是洗髓伐饶了？难不成道德经也是能供我修炼的？可还没等你继续深究时，太平药术放出一道刺目光芒，紧接着你便又获得一门新的术法——假形之术，地煞72神通之一，可变化外形，或男或女，或神情异兽，千变万化也。将所有信息接收消化后，你只感觉心中情绪无比激荡，这一趟自己真是赚大了。没再多想，你心念一动，只见3尊高大道兵倏然间化作3粒小巧精致的莲子，直接飞入袖袍之中，而自己则御起一阵清风，以极快的速度飞向王。刚到城门上方，你便发现这四周还在下着雨，等入了城后，地面湿润，空气也极为清新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这绝对和长佑被自己斩杀了有关。而皇宫之中，女帝和群臣早已在大殿上恭候你的到来。不知仙长是如何解除汉祸的？见你御风出现在大殿上，女帝忍不住好奇问道。要知道，先前他们也曾耗费了大力气去调查，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。为了不被逼到迁都的地步，君臣对于汉祸的调查可谓费尽了心力，差点将王都给掀了个底朝天。解除汉祸说来不难，只要找到招致汉祸的祸根，并将之除去即可。而我发现，这祸根乃是名为长佑的异兽。有典籍记载，这长佑本应是带来洪水的异兽，但不知为何竟然反转了命格，吸收天地水气，结果导致王都干旱。我在发现他后将之击杀，便是除去祸根。一番话说完，群臣都是有些难以置信，这些字他们都懂，可为什么连在一起他们就不懂了？有大臣咽了口唾沫向你拱手，国师大人，敢问那长佑是否难以对付？接着又有一名朝臣站出来行礼道，国师大人，那长佑除了多出来2只耳朵，其他莫非和猿猴无异？看着更多大臣蠢蠢欲动的样子，你笑了笑，刚好试试自己刚获得的假形之术。接着在众人好奇的目光注视下，你不急不缓地拿起笔，在洁白的宣纸上开始画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长佑的形象便跃然纸上，随即你轻轻抖动了下，哗啦啦，一道漆黑身影从纸上跃出，速度之快甚至出现残影，一下子便落在了大殿中央。君臣众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瞪大了眼睛。只见长佑出现在了朝堂上，盯着众人的目光好似在看着鸡鸭一般的猎物，被如此一头怪物眼神冰冷而戏谑地盯着。无论是女帝还是一众朝臣，都从内心深处感到了惊怖。收！随着你低喝一声，狰狞的异兽身形迅速变化，眨眼间就成了一滩墨水。当看到模样骇人的长佑消失在眼前，很多人才回过神来，下意识抬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这长佑当真是凶烈恐怖，难怪吸了王都的水，致使王都干旱。这时龙椅上的女帝开口道：国师除去汉欢长佑有功，当赏赐黄金5000两，玉如意3对，良田1000亩，府邸3处。吩咐完后，他又望向你询问道：国师除了这些，可还有其他需求？听到女帝的话后，你略微思索，诸如王都干旱这种非人所为的诡异之事，陛下可以交由我来处理。为了开发太平药术，从其中掌握更多的术法神通，你现在的目标就是代天宣化，普救世人。而若是能利用大前朝廷来帮他寻找此类事情，效率会提升很多。女帝闻言却是一愣，想不到国师提的要求竟然如此简单。说起来，国师提出主动处理诡异之事，
那对大钱来说还是好事一件。不久后，待到夏朝，你便决定自己先行一步前往别处，因为据常会给的案子探报，他们发现在芒阳郡那边出了一件怪事。芒阳郡位处大钱南疆，那里有一处古井，传闻是从数千年前开凿出来的。这古井甚是怪异，虽然水源充足，供养了一方村民，可以让喝下井水的村民仿佛受到诅咒。凡是喝下了井水的村民，尽皆变得贪婪而不知足，欲念强烈，就连品性也随之恶劣起来。曾有一位廉洁奉公的清贫庶子，在前去任职的当天，便从当地村民口中得知了贪井的事情。他心有傲骨，自然坚信自己不会因喝贪井之水而变得贪婪。于是，在上任的第一天，便在众人的注视下取井水饮之。起初文士性格不变，依然廉洁，两袖清风。可后来就出怪事了。这文士虽然自诩清贫，但却忽然有一天被人发现府邸中藏着大量金银珠宝。一番话说完，你略微思索了下，虽然这事听起来比较离谱，光喝一个井水就能改变人的性格，可既然山海经中的异兽长幼都存在，那贪井之事说不定也可能是真的。不过现在就立刻断定真假如何，未免有些武断，具体的还得亲自去那边看一看。于是清晨便简单收拾好包裹出发，一直到了黄昏时分，你才在一处江边缓缓下落。此刻的你已经飞了一整天，于是打算在附近赵家客栈休息一番。然而你刚入店，就察觉到一道幽会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。只见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盯着自己，一旁还有一位搀扶着他的美貌少妇。老人华发一生，死气沉沉；少妇娇媚动人，眸中波光流转。而且难以想象的是，这美妇人竟然是如此老头的妻子。可没人注意到，在两人身后的憨厚青年，眼底正闪过一抹痛苦之色。你跟在店小二身后，去2楼自己今晚将住的房间。与这3人擦肩而过时，天眼仿佛感应到了什么，微微睁开。你蹙起眉头，脚步顿了顿，转过头，看着走到客栈外那望着江面出神的老者，眼神深沉。夜色已深，客栈2楼一处房间中，青年看着对面的美少妇，笑容可怕。师傅应该撑不了几年了吧？你我平日里再给他喂些药，这不很快便能让他见阎王了吗？女人这时忽然问道。吴哥，你师傅将你拉扯长大，还教你习武，难道你就对他没有半点情感吗？吴德闻言冷笑一声，他以为我不知道，我所在的小村子之所以会被屠杀，就是他动的手。女人闻言愣了愣，既然他将你们村子屠杀殆尽，最后又为何会收你为弟子，还花了20多年来培养你呢？我不知道。吴德沉默片刻，但是我能隐约察觉到，他有时看我的眼神极为贪婪。不过即便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女人的手掌仿佛化作利刃，猛然刺入了吴德的胸腔之中。吴德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。阿蝶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没有武功吗？女人发出笑声，声音却是逐渐变得苍老凄厉，在无先前的半分娇媚清脆。接着在吴德惊恐的眼神注视下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。这原本千娇百媚的美少妇，很快便身形扭曲起来，化作了一个小老头，正是他的师傅朱翁。德子，你说的那些没错，但你既然有所察觉，那就别怪师傅心狠手辣了。师傅我到今年才活了120岁，还没活够呢。一边说着，朱翁的手一边在徒弟的胸腔里来回掏弄，接着便掏出来了一颗尚且温热的心脏。他看着从吴德的身体里取出的心脏，眼里尽是贪婪与炽热。武者地心，真是充满了活力啊！从徒弟的房间离开后，朱翁并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而是来到了另一间房前。他轻轻敲了下房门，道长在吗？见没人回话，朱翁的眼神渐渐阴沉下来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淡漠声音忽地从他背后响起，不知阁下找我何事？朱翁转过头，看着这神色平静的青年，心中升起了浓浓的忌惮之感。他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自己身后的？虽然心中忌惮警惕，可朱翁依然拱了拱手笑道：道长气质恍若谪仙，老朽不才，吃活了些许岁月，倒也习得了些许奇门异法，想与您交流一番。你淡淡瞥了对方一眼，说的话让朱翁心中一紧，阁下身上背负的业障密密麻麻，当真是可怕呢。紧紧盯着对面的道袍青年，朱翁除了忌惮警惕，更多的还有疑惑，他怎么知道我身上业障很多？不过对方既然都已经直接点出来了，自己便也没必要隐瞒了，因为他有自信让对方生出贪念。原来朱翁曾偶得机缘，在一处荒坟发现一个小小的檀木盒子，里面是一枚干皱的黑色心脏，散发着恶臭气息，而在心脏之下竟是一部经卷，名唤替心术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替心术的上方会放着一枚黑色心脏，但在尝试了此术后，他发现这竟能起到长生不死的作用，而要求是需要献取活人的心脏来替换自己那衰老的心脏。可你听完却是忽然一笑，长生之道我可没兴趣，若是方便，便请让我见识见识阁下的防身手段吧。霎时便有凛冽夜风嘶吼而来，仿佛一头凶厉的飞禽，冲破窗户杀向朱翁。烈风如鹰隼倏然而至，撕裂窗户，直接袭向面色巨变的朱翁。无耻之友，不讲武德，竟敢偷袭老朽！朱翁怒骂的同时，也迅速向旁闪身躲避。可面对着烈风的袭击，他也闪避得极为勉强，一侧肩胛骨和手臂都被烈风刮得血肉模糊。该死！朱翁死死盯着你，脸上杀机迸现。老朽看你当真是有了取死之道，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便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随着他声音落下，就见一名身形高大健硕的憨厚青年从远处奔来至此。这憨厚青年不是别人，正是被朱翁掏了心脏的吴德。不过不同于之前，此时的吴德面色惨白，而且还长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紫毛。这是僵尸？你看着变成僵尸的吴德，心中感到有些好奇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僵尸。杀了他！朱翁寒声大喝，驱使吴德向你撕咬过去。
看着吴德抱起突袭的模样，朱翁嘴角勾起，露出一抹阴鸷的笑容。吴德不知道的是，他被师傅传授的武功以及吃的天才地宝，完全是按照朱翁的想法，将他培养成完美的僵尸和替薪对象来做的。如今将这徒儿费心费力养了10年，今晚一朝剖心再练尸，朱翁可谓是一波韭菜割完，赚得盆满钵满。面对着骤然杀来的僵尸吴德，你面色不变，朝着他掷去一枚有着玄妙纹路的莲子。莲子在接触到僵尸吴德的一瞬间，就变为了一尊3米3高的连纹道兵。僵尸吴德还没碰到罗恒，就被连纹道兵狠狠压在地下，动弹不得。怎么可能？看到这一幕的朱翁整个人都傻了，因为据他估计，吴德在变成僵尸后，随意挥出一拳都能达到1000斤左右，但为什么在这奇异巨人面前，连撼动对方的程度都做不到？解决他！你对连纹道兵吩咐了一句，便缓步走向了脸色巨变的朱翁身前，俯视着对方。你说我有取死之道，好啊，再让我见识见识你还有什么本事！朱翁整张脸都有些扭曲了，不仅是因为愤怒，更多的还是因为恐惧，因为他猜到了眼前这青年不是那被民间传闻为列子亲传的仙长，又是谁？能为一整座偌大王都祈雨？不管对方是不是真能沟通雷公电母，也不是自己这等走邪道之人能比的。看着你那渐渐向这里走来的身影，朱翁面色极为难看。仙长，请您饶老朽一条命，虽不知您有没有长生之术，可老朽愿将替心术交给您，还望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你闻言没有说话，眉间却是有一枚威严树眼缓缓睁开，散发着漠然之意。在天眼的注视下，你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无数罪孽，一眼望去密密麻麻，足有上千之数。这种顶级垃圾人，怎么可能留他一条命？深吸了一口气，你的眼神凌厉可怕。见此一幕，朱翁本能地意识到对方不可能饶自己命了，没有犹豫，只见朱翁眼中闪过狠辣之色，他的身体迅速升起丝丝缕缕的血线，成蛛网状将整个身体覆盖，随后飞速转身，速度快得好像离弦的箭矢，瞬间便来到窗边，打算跳窗而逃。这要是都能被你逃了，那我的呼风之术也就白学了。你一挥袖袍，凛冽的夜风倏然而至，朱翁还没落地，就被夜风如天罗地网般困住。朱翁只感觉内心情绪一阵翻滚，又惊又怒又急，这该死的家伙为什么连逃跑的机会都不给自己？砰砰砰，心脏依然在以极快的速度跳动着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撕裂胸膛跳出来。不好！朱翁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面色难看至极，他一张脸涨得血红一片。虽然身体内充满了力量，随时可以爆发出远超人类极限的速度逃离这里，可被困在夜风当中，即便力量再多也没用。而且他刚想强行冲破夜风的束缚，结果这夜风锋利如刀，身体刚刚与其接触就被剜下来大片血肉。这时朱翁的脸色已经从血红变成了惨白之色。当你来到楼下的时候，便发现对方已经不复最开始的嚣张模样，血肉枯竭萎缩，皮肤干皱，看上去好像一张皮贴在了骨架上，显得极为狰狞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心脏停不下来了？朱翁发出沙哑的叫声，声音中充满了惊惧。说起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使用此术，原本以为使用过后，副作用顶多是身体血气被榨取，再更换一个心脏便能恢复。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副作用竟然是使用了此术之后，便根本无法停下。朱翁这时候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绝对被坑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活活榨干血气而死。你也是有点猛，这老家伙怎么回事？自己只是唤出了夜风将他困住，还没动手呢，他怎么就一副要死的样子了？难不成是遭天谴了？将夜风撤去，你走上前去，仔细观察朱翁倒在地上的干瘦尸体，接着便仿佛是沙子一般，被风一吹就散了。一眨眼，原地就只剩下一颗乌黑的心脏。这心脏如他曾经所刨荒坟中发现的那檀木盒里的心脏一样，乌黑干瘪，很是丑陋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高约3米3的连纹小巨人倏然出现在你的身边。很好，接下来就是处理这颗黑心了。你看着地上的乌黑心脏，心中忽然有了想法。假行之术，只见你催动神通，加强版的地煞神通施展在乌黑心脏上。下一秒，乌黑心脏变成一颗小小的黑色珠子。心念一动，连纹道兵缓步走上前去，将之拿起，随后猛然用力，珠子被狂猛至极的沛然巨力瞬间碾碎，竟是直接化为齑粉消散。翌日清晨，你离开客栈，目前最重要的是尽快赶到青鱼县滩井一事。倘若真的设计超凡，只要是喝下其中井水的人，性格都会逐渐被扭曲，变得贪婪可憎。那样一来，自己想要将其解决可就不容易了。随后你没有犹豫，当即唤来一阵疾风将自己托起，迅速赶往远处。不久后，你来到了一处矮山，现在只需要穿过这片山便能到达青鱼县。可你却在这时停下脚步，下一秒就见4、5名壮实男子向他走了过来。哟，小道长，你这身道袍可当真是漂亮呢。为首的男子流里流气，眼睛盯着你身上的道袍看个不停。你们想抢劫我？前方就是青鱼县，你们光天化日下就抢劫，未免太不将县衙捕快们放在眼里了吧？听完你的话，这几人当即大笑出声。实话跟你说，我们还就是青鱼县里的百姓呢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凡是喝了村里井中水的人，性格都会变得无比贪婪，无论是咱这种平民百姓，还是县太爷都一样的。说到这儿，男子也懒得多费口舌了，从腰间拿出了一柄柴刀。身后的几人见状也纷纷抽出刀，走到你身前。但就在此时，你眉头一皱，瞬间施展假行之术，哗啦一声过后，假行之术作用在他们手中的刀上，眨眼间刀子就被变成了石头。不过这样还没结束，你又将石头和男子们先前持刀的右臂粘连在一起，使他们的右臂与其终身绑定在了一起。由于石头太过沉重，他们的右臂也无法将之扔掉，因此只得无力地垂落下去。救命！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如此一来，我这条胳膊岂不是要废了？这几人也终于意识到眼前的青年道人招惹不得，开始暗恨自己不该对罗恒下手。你冷眼望着几人，淡淡开口：这石头从此以后就和你们的右臂粘连在一起了，不要想着将右臂截掉就能把石头一并去了。我在施展神通的时候，让这石头和你们的心脉连接在了一起，石头在，你们人就在。听完你的话，他们脸色
色霎时惨白一片，好狠一道人啊！这什么可怕的妖术？你看着面色渐渐变成死灰之色的几人，心情却不由得好了不少。你们不是说自己就是青鱼县的百姓吗？我现在就要见识见识你们口中的贪井是不是真的那般奇异。事不宜迟，你们便一并跟来。说完就见你袖袍一甩，瞬间便有凌厉烈风席卷而出，将彻底看傻的几人卷得上了天，一路风驰电掣，很快便来到了一个小井前。这小井四周被用青砖垒砌，旁边还种着一株大树，树上枝梢系满了布条。你御风来到此处后，便望向大树，相比起旁边的小井，这棵大树显然更为显眼。它那繁密的枝梢上系满了布条，这些布条上满是用墨水写下的小字，而且无一例外写的都是关于人们许下心愿的，从经商到科举，从男子到女子，从老人到孩童。看着这里的一切，你心中一叹，若是这个世界上有灵气复苏一类的东西，那这棵树还有贪井吸收完愿力后，怕是都能成为此地的小神奇了。收回视线，你看向贪井缓步走过去，要了碗水后便找了处人少的地方，显出天眼，仔细观察起来。然而组成贪井水的气和普通水的气基本一致，既然组成本源的气是一样的，那贪井水在喝了以后，又是否真的会改变性格？想了想，你直接将贪井水一口饮尽，别说，还挺好喝，入口清凉甘甜，完全能够解渴。不过你转过身，望着面色忐忑的几名男子，出声问道：世上本无贪井，贪的从来都是人心。那么你们能告诉我，是谁将此处贪井的名声宣扬出去的吗？听到你突然询问，他们的脸上浮现挣扎之色，眼神中有恐惧闪过。你们想好到底要不要说？如果说了的话，未来怎么暂且不提，可若是你们不如实交代，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。听到这话，先前那个男子才颤颤巍巍地站出来。道长，您手下留情。我们说这里的贪井实际上就是一个顶多尝起来比较清甜的小井罢了。而青鱼县地处大前边境，原本土著就民风彪悍，加上大前朝廷会将一些罪犯和他们的家人流放至此，而将贪井的名声宣扬出去后，前来此地的人便渐渐多了起来。这样我们才能高价售卖东西，价格比同类物品贵上5倍以上，而且还常会发生抢买抢卖一类的事情。这山高皇帝远的，谁能管得到呢？哪怕是仙人下凡，怕是也管不了。刚说到这儿，男子便闭上嘴巴，想起身前正有一名面色平淡的道长盯着他。另一边，一处奢华的庭院中，身形魁梧的中年男子正搂着个娇俏的女人，看着池中鲤鱼缓缓游动。然而才欣赏一半，却忽然听到轰的一声响起，一道狂猛的烈风骤然袭来，让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便被轰得倒飞出去，扑通一声砸入池子，随后只得狼狈地从池中爬出来。这时你缓缓走来，其身后还跟着数名面色忐忑的男子。见此一幕，他面色不善地盯着你，心中又惊又怒。你就是没良心，你是谁？谁给你这么大胆子来挑衅我的？你见他答非所问，也没在意，当即将天眼显出，看到了他曾犯的罪孽，只因一时口角，便将行人扣下，带到府中施以私刑。因别人不肯将还未成年的女儿嫁给他，便生生砍断对方手脚，仗着有钱放高利贷，害得许多人妻离子散。看完之后，你神色便彻底冷了下来。你是不是没良心也无所谓了？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被你所害的无辜之人什么死法，你就什么死法，也算便宜你了。特么的，你这妖道在说什么？没良心面色难看至极，当即破口大骂。你冷眼望着他，像这样的豪强恶霸，必须要重拳出击，绝不能有一丝姑息。毕竟除了你许下代天宣化的诺言，还是大前国师，位比三公，处置一个边疆县城的恶霸自然不在话下。你不说我还忘了，县令我也还没找呢。你扭头对身后打着哆嗦的几名男子说道：你们出个腿快的，去把县令叫过来。很快，跑得快的那人便跑向了官府去通知县令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没良心本就在场，此刻听完你刚刚的一番话，心头大惊，久违的生出了一丝恐惧。妖道，我们豪强既然占有了资源，相比起屁民更有权势，那为什么不能剥削他们？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吗？闻言你笑了笑，照你这么说，我比你有本事，欺凌你那也是应该的。听到这句话，没良心一怔，原本还想继续咆哮骂出来的话卡在了喉咙里，说不出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从远处响起，没良心听到脚步声，连忙向那边看去，在见到来人后眼睛一亮，好似找到了救星。秦大人，您快来救我啊！这妖道他刚刚竟然说杀了我，这是何等的猖狂啊！匆匆前来的县令白白胖胖，跑起来身上肥肉都会抖一抖。他来到你身前，气喘吁吁地擦了把额头上的汗水，谨慎地打量了其一眼。哎呀，道长，不知您师承何方呢？又为何来我们青鱼县呢？你看了县令一眼，懒得跟他掰扯，直接把象征着国师身份的令牌拿了出来。看到令牌的一瞬间，县令脸上的笑容便僵住了，难以置信的又仔细看了下，确认令牌是真的后，他面色霎时惨白一片，就要向你躬身行礼。你打断了他的动作，带着他走到没良心跟前，意思不言而喻。这家伙就交由我处理了。大人，救我！您要救我啊！闭嘴！像你这样的恶霸，会落到如此下场，分明是咎由自取。就你之前做过的那些伤天害理之事，即便今日道长不惩治你，本官也要带青鱼县的老百姓将你给重罚。道长，此僚恶贯满盈，先前竟还妄图贿赂于我，活该受罚。没良心此刻脸色难看至极，他没有犹豫，当即转身就跑。可只听哗啦一声，还没跑几步，天地间便忽有烈风席卷而来，凛冽如刀。没良心根本来不及闪躲，便被烈风袭击到，霎时变成了一具人质。那白胖县令看到这一幕，只感觉浑身
都在发愣。你瞥了县令一眼，开口吩咐道：“帮我弄些盐水来。”然后将盐水涂到他伤口上。一听这话，县令肥胖的身子再度一抖。天啊，这什么狠辣道士？但他却不敢反驳，立刻快步跑出去安排的人调配盐水。青鱼县中贪井传闻已破，你便没必要留在这里了。不过在走之前，你倒是在县令的带领下，一一拜访了下县里有名的豪强地主。做善事之人暂且不提，凡有恶意杀人者以及做了其他恶性事件的人，都被你以同等手段还了回去。而关于青鱼县的官僚情况，你也准备如实报给大前朝廷。回去路上，你打算坐船回去，沿途还能打探一些消息。同行的还有3位师兄妹，小师妹齐洛琳拖着腮看江景，二师兄宋文之则盘膝坐在船头，似乎在感悟建议。船夫一边摇桨，一边和你还有大师兄宋武之笑呵呵聊着天。这时宋武之拿出2根钓竿，道长，反正闲来无事，要不咱俩比比谁钓的鱼更大更多。你点了点头，当然可以。2人便开始了钓鱼比赛。刚开始宋武之凭借着出色的钓鱼技巧，没一会儿便钓上来一条肥美的鱼儿。可当他钓到第4条的时候，你却还是一条鱼都没钓上。你有些纳闷，心想不会真是自己钓鱼技术太烂了吧？刚刚只是热身，先让武之兄弟一把，接下来我可就要施展真功夫了。看来道长要大显神威了。船夫边摇着桨边凑起了热闹，脸上浮现笑意。这时你眉心处天眼缓缓睁开，散发着淡漠而玄奥气息的树丛扫视天地，最后定格在江面上。水之气脉的流动轨迹被你清晰的看到，一条条肥硕的鱼儿也被你盯上。这时你又从发间随手扯下一根长发，轻轻吹了一口气，往其中灌注了些许自己炼化的气，同时又施展假形之术，瞬间便让这长发变成了一条不停扭动的小虫子。重新画饵，将头发变做的小虫放到钩上，再次投下。下一秒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，江面就好似沸腾了一般，密密麻麻的鱼虾像是感知到了什么大补之物，疯了般的冲上来。可就在肥鱼大虾被吸引着疯狂咬钩的时候，江底一座高约3米的石狮子雕像，原本就这样静静地矗立着，可紧接着仿佛感应到了什么似的，缓缓睁开双眼望向江面，那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。只要将之吞噬吸收，它便能变得更加强大。哗，水流汹涌而动，石狮子动身向上方游去。明明真身乃是沉重的石雕，可怪异的是，在江河之中，凡是它要去的地方，便轻易可以抵达。另一边船上，亲眼见证你施展术法神通的众人都是当场愣住，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想到，你所说的热身结束施展真本领，竟然是直接开挂。先是眉间睁开的威严天眼，随后是发丝化作耳虫，而这耳虫刚投下，便瞬间吸引了无数鱼虾。看这些鱼虾积极踊跃咬钩的模样，他们都不由得有些怀疑，是不是你哪怕用个直钩的钓竿钓，鱼虾们也会挤破头的想要被钓上来。见胜负已分，你正想收竿，通过眉间天眼看到的江河气脉却不知为何陡然发生了异变。正常情况下的江河气脉虽然会有波动，可都不会过于剧烈，但发生了异变之后，江河气脉就好像沸腾了一般，不停地起伏着。你眉头一皱，仔细地观察着气脉，很快便发现引起气脉异变的源头，竟然是一个散发着玄妙之意的大家伙，而且对方还在以极快的速度从江底向这里游来。没有犹豫，你当即御风而行，离开小船。毕竟这大家伙貌似就是冲着自己来的，若是自己不赶紧离开小船，等到对方从江中跃出时，即便不是故意为之，那掀起的浪涛也会倾覆小船。赶紧摇桨，不要在此逗留。你在空中对船夫和师兄妹3人喝道，同时又猛地将钓竿往远处一扔。看样子扔钓竿的时机把握得正好，钓竿刚离手被扔到空中，还没有落下去，就听一道响亮的哗啦声响起。随着哗啦声出现的是一头浑身都仿若石雕雕成的高大石狮，被他从江中带出来的水滴纷纷扬扬，在璀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晶莹的辉芒。石狮子从江中出现后，微张开嘴，便有狂猛的吸力出现，瞬间将你扔出的钓竿吸到嘴中。他将钓竿钩子上的耳虫吃掉，神情竟是出现了一抹欣喜之意。吃完耳虫，这石狮子便又立刻收敛喜意，转而气势威严地扫视众人。我天，真是见了鬼了！这江底下怎么还会窜出来怪物？宋武之站在船上，抬着头，愣愣地看着和你一样都能凌于虚空的石狮子，有些难以置信。饶是他从小便外出游历，可也没见过这种怪兽。